下了飞机，放完行李，才早上7点半，我们就跑去吃富航豆浆了。到了发现已经在排队。点了厚烧饼加蛋和油条、咸豆浆还有冰豆浆，味道很好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台湾的夜市真的太好逛了，去了宁夏夜市、华西夜市、南机场夜市，每一个都是人挤人，空气里全是油炸和烧烤的味道，走在里面就是一种幸福的选择恐惧症。小王煮瓜是米其林1星，他家的肉燥饭看着简单，但是一碗白饭浇上卤肉臊，猪油的香气和臊子香味拌在一起，你就知道为什么可以拿星了，超级推荐。臭豆腐在台湾有很多种吃法，炸的、蒸的都吃了。炸豆腐配上泡菜，外焦里嫩，每次路过都忍不住想吃上一碗。蒸的那种配着9层打，味道又不一样，豆香更足。蚵仔煎也到处都是，这个口感挺奇怪的，确实很台湾。夜市里最让我上头的是饶河夜市门口的胡椒饼，排队很长，但是很值得。炸地瓜球，真的这种小圆球看着不起眼，但是真的好好吃啊！温体牛肉，台南吃的，温体就是当天现宰，肉还是温的就下锅了，用清汤直接涮的，非常鲜嫩。嘉义的火鸡肉饭，猪血糕，牛肉面，还有太太心心念念的润饼。抛开夜市，随便找了家小酒馆，吃的也开开心心。你看这下酒菜，台湾的甜品也很好吃。冰火汤圆更有意思，热腾腾的汤圆直接放在刨冰上，端上来冒着白烟，像干冰，最后加上桂花蜜和柠檬汁，酸酸甜甜，特别爽口。9份吃到的润饼卷冰淇淋也很有意思，薄薄的饼皮裹着刨花生糖和香菜，再加上一球冰淇淋，花生的香，香菜的清爽，冰淇淋的凉混在一起，并不违和，还挺好吃的。但这趟吃下来，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面线传奇的大肠面线。之前觉得面线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吃的，结果我吃的第一口就被打脸了。卤大肠软烂浓香，黏糊糊的面线拌着蒜泥、辣酱、乌醋、白胡椒，真是太好吃了。临走的前一天说什么还要再去吃一碗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。这次的行程安排有台北、嘉义，还有台南。台北的故宫肯定是要来看一看的。故宫的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光顾着看没有拍素材，放点照片吧。也去了嘉义的故宫南院，看到了正在出差的翡翠白菜。嘉义有个很特别的花砖博物馆，
就2层楼的小民居，门口排了1个小时的队，还好进去了。花砖是日据时代台湾流行的建筑装饰，现在很多老房子拆了之后，有人在一块一块的保护起来。进去的时候没有什么期待，但是看到这么多漂亮的花砖，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。龙山寺赶上了一场法会，雨声里混着念经的声音。正月里的花灯还没有撤，整个寺里烟雾缭绕。洛尔门天后庙大到让人觉得走进了一座宫殿，屋檐上的龙和凤雕得密密麻麻，每一寸都塞满了细节。没想到人生第一次拜孔庙竟然是在台南。台南的神农街，入夜之后灯笼亮起来，整条巷子都是暖的。不长，走几分钟就到头了，但是就是那种让你慢慢想走的地方。西门町比我想象的要小，但是人是真的多呀。泡泡玛特在这开了4层楼的旗舰店，既然来了，就不会走空。西门红楼就在旁边，100多年的老建筑，里面是文创集市，也没什么意思。松山文创园区是老烟厂改的，比西门町大了不少。刚好赶上了台北的跳蚤市场，这里面已经是人挤人了。去了中正纪念堂，外面有一圈集市，很有意思。怎么有意思就不细说了。台南的地标林百货，1932年建的，日据时代台南最高的建筑。台湾的文创做得很用心，审美也挺好，但是就是买不下手，说不清是为什么，可能是审美习惯的差异。看着都喜欢，拿起来又放回去了。九份是每个来台北的人都会去的地方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商业化有些严重。坐在阿妹茶楼上，轻轻地喝了一杯茶，看看海景，也挺舒服的。最后到10分放个天灯。再见，台北。